你敢信吗？人类追了几千年的红色谜团，至今还藏着最颠覆的真相。从远古部落的星象图腾到科幻大片里的火星人，这颗红色星球到底勾走了多少人的魂？为什么它不像其他星星那样固定在星座里，反而慢悠悠地逛夜空？几千年来，天文学家熬秃了头想扒它的底，科幻作家把它写成外星文明的老家。可直到今天，最扎心的问题还悬着，火星到底有没有孕育过生命？难怪人类对火星如此痴迷。在太阳系所有行星里，它是最像地球的孪生兄弟。巨大的火山像地球的富士山放大版，深谷直逼地球的雅鲁藏布大峡谷，红色沙漠更是和地球戈壁滩撞了脸。近几十年，探测器、轨道器、火星车组成的星际舰队把火星的细节拍得明明白白。荒凉寂静的平原，红色尘埃覆盖的大地，还有那些超乎想象的自然现象。你有没有好奇过，站在火星上走路是什么感觉？抬头看，地球只是天空里的小光点。这种宇宙级的视角，现在靠这些逆天图像，我们就能提前体验一把。别以为火星离地球几千万公里就完全不一样，它的好多特征熟悉到让你以为穿越了。比如火星一天是24小时39分35秒，只比地球长一丢丢。要是搬到火星住，你的生物钟根本不用调，该睡睡，该起起。但火星年就漫长多了，绕太阳一圈要 1.88 个地球年，毕竟它离太阳更远，轨道更大嘛。还有个关键相似点，自转轴倾斜。地球是 23.5 度，火星是25度，差了 1.5 度，却刚好催生了我们最熟悉的东西，四季。火星也有春夏秋冬，但比地球的四季暴躁多了。冬天极地温度能降到零下143摄氏度，夏天赤道却能飙到35摄氏度。冰火两重天说的就是它。火星的极贯也像地球，但玩法更绝。冬天极地冷到连稀薄的大气都冻成干冰，也就是二氧化碳冰。但永久极贯主要是水冰，随着季节变，极贯会呼吸，冬天膨胀，夏天收缩。轨道器拍的图像里，这种一年一变的过程看得清清楚楚。极地冰面上还有螺旋图案，这是科里奥利效应搞的鬼，和影响地球大风的是同一个原理。等温度回升，干冰直接从固态变气态，也就是升华。这过程能刮出400公里每小时的超强风，把火星表面的尘埃吹得满天飞。这也是火星很多奇观的幕后推手。当然，火星和地球的差异也大到离谱，最明显的就是个头。火星直径6779公里，只有地球的一半多，地球12742公里，密度还更低，所以表面重力只有地球的 38%。 换句话说，你在地球100公斤，到火星直接变38公斤，天生的瘦体质。这种弱重力还催生了地球不可能有的地质奇观，比如太阳系最大的火山奥林帕斯山。这座盾状火山海拔22公里，是珠穆朗玛峰的3倍高，直径更是达到600公里。站在山顶你都看不到山脚，因为火星的曲率把下半部分挡住了，周围还有8公里高的陡峭崖壁，简直是外星版的超级火山。奥林帕斯山不是唯一的狠角色，火星表面还有一道超级伤疤——水手谷。这个峡谷系统绵延数千公里，是科罗拉多大峡谷的3倍长，某些地方深4倍。从太空看，就像火星被划了一刀。不过火星最标志性的还是它的红色，这全拜岩石和土壤里的铁所赐。几十亿年的氧化让铁变成了铁锈，就像家里金属生锈的过程，这才有了红色星球的绰号。从维京号到毅力号，这些探测器把火星的细节拍得清清楚楚。几十年前谁能想到我们能把另一个星球的沙漠看得这么细？但越探索越发现，火星远不只是个寂静的沙漠。看着火星干旱寂静的画面，你是不是以为这是个冻结的死亡星球？大错特错，火星其实是个闷骚的活跃星球，至今还有自然过程在重塑表面。比如2008年轨道器拍到的超级雪崩，斜坡上的物质崩塌，掀起巨大尘埃云，直接打脸火星静止的说法。说到火星尘埃，那更是离谱，沙丘能高达700米，沙尘区
能延伸数公里，轨道图像里一张照片就覆盖6公里宽，能看到巨大的尘埃云在地面扩散。还有一种叫火星蜘蛛的奇特结构，和生物没关系，是地质现象搞的鬼。对了，如果你有机会去火星，最想亲眼看看它的哪种活跃现象？评论区聊聊你的选择。这种火星蜘蛛到底咋来的？每年春季，阳光加热地表下的二氧化碳冰直接升华成气体，被上层的干冰层挡住，压力攒够了就冲破冰层，像喷气孔一样把深色尘埃喷上天，尘埃落下来就形成了辐射状的蜘蛛腿。2024年初， ESO 的 TGO 仪器还拍到了这个过程的高清画面。火星的活跃还不止这些，对比不同时间的沙丘照片，你会发现沙丘形状一直在变，风一直在搬运尘埃，甚至还有新的撞击坑出现，有的坑周围还能看到暴露的水冰，甚至短暂融化留下的流动痕迹。就算大气层稀薄，温度极端，火星的地质和环境还在悄悄变化，一点都不躺平。火星大气层里的奇观更是震撼，虽然大气稀薄，但强风刮过地表能卷起巨量尘埃，形成几十公里宽的尘墙慢慢移动，甚至会爆发全球性沙尘暴。从太空看，整个火星都被红色尘埃裹住，1周后又慢慢消散，露出地表。这和地球的沙尘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除了沙尘暴，火星还到处是尘埃龙卷风，也就是尘卷风。近地面的热空气快速上升，形成小旋风，有的能高达800多米，几公里外都能看到红色的尘埃柱。轨道器和火星车已经拍了无数次，看到这么多大气现象，你是不是以为火星大气压强很高？恰恰相反，火星大气稀薄到啥程度？相当于地球36576米高空的压强，差不多是民航客机巡航高度的3倍，而且 96% 是二氧化碳，人类不穿加压宇航服根本没法呼吸。但别小看这稀薄大气，它能造出绝美的日落。火星车拍的日落照片，橙红色的天空里，太阳慢慢沉下去，氛围感拉满。不过火星以前可不是这样，干涸的河床和古老水道证明40亿年前它有厚厚的大气，液态水还能在地表流动。为啥变成现在这样？科学家最认可的答案是磁场消失。40亿年前，火星失去了磁层，太阳风直接剥离大气粒子，把它们吹向太空。现在探测器还能看到火星大气的隐形尾巴。火星还有2个小跟班，火卫1和火卫2，和地球、月球比，它们小得像被捕获的大石头。火卫1离火星只有6000公里，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1/64，所以在火星天空里看起来特别大。火卫2更小巧，离得更远，看起来就是个慢慢移动的小亮点。最绝的是，火星车还拍到了火卫1引起的日食，不规则的小天体从太阳前经过，暂时遮住火星的阳光。这种在地球都罕见的现象，在火星上居然能拍到。不过还有更浪漫的视角，从火星看地球。轨道器拍的照片里，地球只是火星暗空中的一个小蓝点，不起眼到差点和星星混了。但这个小光点里装着所有的海洋、城市、人类的历史和生命。这视角瞬间戳中了，哪怕相隔几千万公里。火星也是我们最近的宇宙邻居，更是人类未来太空探索的首选目的地。也许未来某一天，宇航员会踩在火星的红色平原上，人类殖民地会在峡谷旁建立，火星的孩子们抬头看天空，地球就像我们现在看火星一样，一个充满意义的小光点。从超级火山到巨大峡谷，火星从来不是个无聊的星球，它藏着无数神秘、奇观，还有待我们去挖掘的故事，甚至可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下一页。探索火星，其实就是在探索人类的未来。我们能不能在另一个星球生存？宇宙里还有没有其他地球？这些答案可能都藏在这颗红色星球里。喜欢火星科普的朋友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关注我，带你解锁更多宇宙冷知识。对了，上一期我们聊了太阳系边缘的第9行星，想看的话直接点屏幕上的视频，带你挖挖那个藏在黑暗里的神秘天体。